世界轨道交通动力一共经历过2个时代变革。第一代是直流电机牵引系统，即将直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电动机；第二代则是上世纪70年代研发的交流异步电机牵引系统。我们目前常见的高铁、地铁就是采用该系统工作。动车组通过受电弓接触上方高压交流电，然后再输送给牵引变压器降压。降压后的交流电会输入到牵引变流器，最终推动列车正常运行。动车组一般会配备2到3个独立的牵引传动系统，正常情况下它们会同时工作。当其中一个牵引系统发生故障时，可以自动切断，列车则可以继续降低功率运行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轨道交通动力 3.0 版永磁牵引系统。2019年9月17日，由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研发的400公里高速动车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成功下线。据负责人表示，这款永磁高铁电机具有多项优点，采用了全新封闭风冷及管件部位定向冷却技术，确保了电机内部清洁并有效稳定电机各部位温度。最重要的是，采用了新型稀土永磁，使其具有更高的绝缘可靠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中国高铁采用了全新的动力系统，而且时速高达400公里时速以上。此前国外也研发了永磁动力列车，但时速非常低。那什么是永磁动力高铁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复兴号。不过动力系统发生了改变，采用了全新的 3.0 版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永磁牵引电机。该电机主要由变流器和电机2大部分组成，其中变流器相当于列车的心脏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；电机则是列车的肌肉，主要负责传达动力，完成电能到机械能的转变，最终带动列车平稳行驶。不过，永磁电机也有一个缺点，由于电机功率太大，会发生发热现象，而永磁材料在高温下可能发生失磁的严重风险，这时稀土就派上了大用场。我们都知道，稀土在各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，例如在超音速飞机中加入稀土元素，可使飞机在400度高温下长期工作。此外，用稀土打造的永磁材料在经过冲磁后，不再需要外加能量就能建立很强的永久磁场，即使电机发热也不会发生失磁现象。此次除了负责人介绍的优点外，稀土永磁电机其实还有诸多好处。第一，就是电机功率大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样体积的电机，永磁牵引电机动力更加充沛，这对于空间狭小的列车而言尤为重要。第二，则是调速范围广。传统列车由于电机转速与车轮转速不匹配，在电机与车轴之间需要安装减速器，而永磁牵引电机直接省略了减速器，可以直接驱动车轴，从而节省更多的空间。第三，就是转换效率高。因为永磁电机转子不需要立磁线圈，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整个列车更加节能。据统计，安装永磁电力的列车动力成本会下降20%左右。按照100条轨道交通线路来算，1年就可以节省约2亿元。随着我国8纵8横线路网展开，在动力系统上未来将节省一大笔资金。其实，永磁牵引系统并不是中国先研发的东西，甚至此前还一度落后西方国家。世界轨道交通系统在经历了 1.0 与 2.0 版本后，西方早在上世纪就开始研发永磁牵引动力，其中法国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给他们的通勤列车换上了永磁同步电机系统。中国的永磁电机于2003年开始起步，当时国外对该技术严格保密，我国科研人员用了11年时间，共积累了150G 的硬盘数据，最终实现了永磁同步电机牵引系统，并在沈阳地铁2号线上成功实现装车实验。2016年8月29日，我国高铁永磁牵引系统也在长沙开始运行测试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牵引技术，有力提高了我国高速铁路的技术水平。目前，中国永磁电机列车已经完成30万公里的性能测试，再加上此次400公里稀土永磁电机成功下线，或许在几年内，中国高铁领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除了稀土永磁电机外，其实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赶超，西方所垄断的必然是一些尖端技术，而中国科研人员为了打破封锁，可
更是付出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青春。我们也应该为科研人员致以最高的敬意。